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今天又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一个聊天节目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前几天做的一件小事情，就是我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，一个人跑去一个比较高级的餐厅，坐下来好好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。当然了，看到这里可能就会有部分的朋友说啊，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那我想说，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每个人的点也是不同的，每个人想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也是不同的。那么对我来讲呢，一个人坐下来在一个比较好的餐厅好好吃一顿饭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以前觉得根本不可能逾越的一个障碍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终于克服了心魔，挑战成功。所以我也想做一个影片，谈谈我是怎么样想的，怎么一个心路历程和我的一些 learning。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的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，而且我觉得自己成长了。所以这支影片也分享给有缘的朋友。老规矩哦，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都会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摸更多就可以进去买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，在海外的朋友呢，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 的杰西卡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一个人生活呢，其实已经有20年的时间。天哪，我可以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去喝咖啡，一个人看电影。我以前也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有做过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情。不过有一件事情呢，我一个人是从来不敢做的，那就是一个人去餐厅吃饭。这里我说的餐厅呢，并不是那些快餐店啊、咖啡店啊、简餐店啊这种类型。我说的是有那些服务生服务的，桌子上面铺上 tablecloth 的，相对比较 decent 的餐厅。我总觉得一个人去这种地方吃饭好像有点尴尬。那自从去年9月份我搬家到现在这个区域呢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在这个区域经历的纽约的夏天。大家都知道纽约的夏天其实是非常美好的。前几天呢，我正好出门去附近办事，我就看见路边好多比较好的餐厅都把户外的区域放开了，摆上桌布啊，还有很美的那些盘子啊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哇，这个如果能坐在那里吃饭，享受初夏微微吹来的风，还有初夏的阳光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哎，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吃饭的，我得找个朋友才行。就在我在想的过程中哦，突然就看到餐厅里面呢坐了一个白人大叔，就是一个人。哎，我感觉他吃得很慌啊，他的面前放了一杯白葡萄酒，拿着菜单，戴着副墨镜在翻菜单。哎呀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没有觉得他很尴尬、很奇怪呢？反而我觉得他很 enjoy 呢？为什么他能做到，我就是做不到？也许是时间要克服一下自己的心魔，挑战自己哦。于是吧，我就在家里面心理建设了好几天。后来我就想通了，其实还是一个自己心态的调整啊。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尴尬、很奇怪，那就势必很尴尬、很奇怪。那如果我去吃饭的时候，整个心态是很放松的 ，enjoy 这个过程的，就是一个人的话，也会很开心快乐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自己好尴尬，我 self pity 这种心态呢？那就要内外兼修了。内在呢，就要不停跟自己打气哦，跟自己讲我可以的，我可以战胜自己的，我要一个人去吃饭。那么外在呢，也需要很多的帮助。我想了想，那就周3去吧。去之前呢，我得好好化个妆，吹个头发，挑一条好看的衣服，穿得美美的。那这样呢，心情就会比较好。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我提升心理状态，感觉自己是可以的。其实这个原理就跟你上班一样，想想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如果这一天呢，我要去给老板做 presentation， 我也会精心打扮一番哦，不是为了别人觉得我好看，而是给自己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，我好棒，我好厉害，我能够做到。那么我们就先挑衣服吧。那天呢，我就想了想，因为我已经想好要去的是个意大利餐厅，那我们就应一下景吧，就穿的比较偏意大利风格。意大利女人是怎么穿衣服的呢？应该是曲线比较分明，性感热情。所以我就打开衣橱，看了半天，终于找出了一条，就是我身上这一条黑底玫瑰花连衣裙，设计非常的贴身，能够凸显身材的曲线哦，很大胆热情，我觉得就是它了，穿上就很有那种意大利女郎的风情。接着呢，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简单化了下妆，
吹了个头发，戴上了这一副粉色的耳环，跟我身上的这个裙子的粉色的玫瑰花是呼应的。同时呢，再穿一双我新买的黑色凉鞋。且慢啊，重点来了，我的手上呢，除了拿了一个手包之外呢，我还特地拿了一本纸质书，因为我心理建设了好几天，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在说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他给了我一个建议，他说你一定要带一本书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在等菜的过程中可以翻翻书，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有知识、很有文化，而且会显得你很神秘的样子。我当时听了哈哈大笑，我想这都是什么套路啊？他还特地关照我说，一定要带纸质书啊 ，Kindle 是没有这种效果的，手机更不行，一定要带纸质书。我想了想，我觉得他说的话应该是有点道理的，所以我就决定采纳他的意见，带上了我的纸质书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门啦。那当我推开房门的时候，我就挺起胸膛对自己说，加油，我可以的，我穿得那么美，我好有自信啊，我一定可以克服心理障碍，跑出去好好的吃一顿饭来 enjoy 自己，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奇怪。然后我就出门了。好了，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到那里的时候呢，大概是12点多一点的时候，整个户外区域呢一个人也没有。哎呀，我心里面在想，太好了，不用担心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不会那么焦虑了。那我就推开餐厅的门，跟服务生说啊，我要坐哪里，挑了一个户外的角落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点菜了。先上了很好吃的面包，一共我点了2道菜。第一道前菜呢，我点的是一个叫做 endive salad， 中文叫菊苣沙拉。因为这种蔬菜呢，不是我经常会买的蔬菜哦，所以我一般在外面点菜都会点自己不太会做的菜，所以我就点了这个沙拉。主菜呢，我点的是 white fish， 因为夏天到了嘛，我实在吃不动肉了，而且我自己在家里面会做牛肉的，但是这种 white fish 呢，我不太会做，所以看到菜单上有这样的 white fish 我就点了。事实证明确实很清爽，很好吃。当然了，像我这么大胃口的人哦，2道菜全部都吃光了，片甲不留。然后呢，我就点了杯咖啡，看2页书，毒悠悠的喝完咖啡结账。最后呢，加上小费，账单是$85左右，表示非常满意。然后我吃完饭结完账就离开了。不仅这顿饭吃得很开心，更开心的就是我终于挑战成功了，能够一个人坐在一个比较 decent 的餐厅，好好的吃完一顿饭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呢，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，但是对我来讲呢，就是跨出了很大一步啊。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成长，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些经验给到需要的朋友。一般来说呢，比较高档的餐厅它都会设置至少3种 category 的菜，第一是前菜，第二呢是主菜，第三呢就是咖啡甜点类。餐厅的 expectation 呢，一般是你至少点2道菜，所以对我来讲呢，我其实这次是超额发挥了，我点了3样，全部都点满了。那为什么我会点这么多道呢？是因为一方面可以避免那种餐厅一上菜你就赶紧埋头苦吃，吃完就结账。像这样比较好的餐厅，不仅仅是要吃食物本身，更重要的还是整个 experience。当你吃的道数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你会更能够享受整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会很留心的去观察他用的盘子、刀叉是什么品牌，同时你也会看看路人，看看其他用餐的人他们在穿什么。会看服务生服务的方式是怎么样，还会看菜单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或者它的菜式的设计，就是很多很多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，会形成这个 experience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在整个吃饭过程中，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吧。除了我为了做这期影片拍了几个很短的视频和2、3张照片之外，我都没有看过手机哦。我在等菜、喝咖啡的过程中呢，看了几页纸质书。我觉得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要再让手机占据你的注意力，你就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食物和餐厅的这个 experience 上面。这样你付的钱才是有价值的，否则的话，跟你点了一个外卖，在家里面一边看手机一边吃，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呢，我之后再出去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我也会坚持这一点，绝对不看手机。
第三呢，就是本来我觉得别人如果看到我一个人吃饭，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吧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一个人出来吃饭？但是我吃完就发现我根本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重要，根本没有人关心你是谁 ，Nobody cares。所以呢，放下偶像包袱吧，我没有我想的那么重要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第四呢，其实我一直是觉得穿衣打扮是很重要的，不是说我要去炫耀自己的身材啊，或者我有多少有钱，我背了什么名牌。我觉得穿衣打扮是一个人审美和品味的外在的体现同时呢，它也可以像一个武器一样帮助你能够提升自信心。尤其这一次好好的穿上适合这个餐厅氛围感的衣服，化了个妆，都可以帮助我克服心理障碍，勇敢的跨出去这一步。我经常就在回想，如果那天我就蓬头垢面的，也没怎么化妆穿了个拖鞋去吃饭，可能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会挺不自在的。所以下一次呢，我要再一个人出门吃饭呢，还是会好好打扮一下，尤其会根据餐厅的氛围感来挑选适合的衣服，这样呢也挺有乐趣的，不是吗？第5点呢，我觉得相当重要，就是通过完成了这个挑战，我变得更加自信了。当然也会有朋友可能会说，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跟自信啊、成长扯上关系，是不是扯太远了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自信心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每天在生活、工作中完成一件件的小事，逐步提升自信。我之前就分享过我的10个健康生活的好习惯，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我每天早上会叠被子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可以帮助我提升自信心的。因为你完成了一件事情，那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意义更是重大，因为我这30-40年都不敢一个人出去吃饭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心魔。但是这一次我终于克服了心魔，完成了这个挑战，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哇，我能够做到，我好棒啊！那自信心就这样油然而生了。长此以往的话，你每做一件小事，提升一点自信心，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很有自信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看似很简单的吃饭这件小事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成长和进步的一个标志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这支影片就送给有缘的朋友。如果能够得到有需要的朋友的共鸣，那我就非常开心了。而且呢，我现在就在想我可以一个人出去吃饭，其实也把我的生活半径也扩大了。我不用再去想，我要找谁，等他有空跟我一起吃饭，不需要的。我想去哪里，我就可以直接去。想做什么就可以直接做。一个人吃饭呢，能够拓宽我的边界，也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成长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，Bruce say goodbye， 拜拜。